最新国际消息，由于特殊原因，卡尔塔王室将重立王储，并且此次重立王储不再沿用顺位继承的方式，将以考核的方式选定出新的王储来。此消息一出，世界各国无不傻眼，尤其是华国紫禁智囊团那边，在得到这一消息后，以何正风为首的首席国师们无一例外彻底呆滞。我们现在震惊的不应该是卡尔塔王室突然对外公布的那则消息，而是在上次叶松跟我们高谈阔论的时候说到过这事儿。没错，上次见面，叶松就有根据卡尔塔王室的情况展开了一定的剖析，其中就说到了华国官方不该押宝在现任王储身上，理由是对方一定不会登基王位。当时让我不认可的是，他说现任王储的能力不足以撑起卡尔塔的王位，而卡尔塔王室的决策层若是为卡尔塔的未来考虑，就必然不会让对方继承王位。另外是一旦现任王储被罢黜后，那么卡尔塔王室下一步肯定会放弃传统的顺位方式，从而选取考核的方式去决出继任王储的人选。然而，距离他们当时的不认可这才过去多久，叶松先前的判断就得到了应验。我要连夜入紫禁红房子，亲自面见紫禁之主，不为别的，就为卡尔塔王室罢黜现任王储一事被叶松给精准预判到的事儿。远在大洋彼岸的另一头，出什么事了？父亲，就在刚刚，中东的卡尔塔王室宣布将重立王储，并且此次重立王储不再依着顺位次序，而是将以考核的方式来决出人选。什么？这是罢黜了现任王储？卡尔塔王室究竟出什么事了？这是无端端地突然宣布重立王储，难道他们不知道这将会造成何种影响吗？要知道，咱们 U2 集团近些年可是没少在那位王储身上进行着一些无形投入，就是笃定他必然会登上卡尔塔的王位，可现在却是要被替换，该死！这是要干什么？这个不重要。你说这个不重要？在我上次去华国山青找叶松那一次，卡尔塔王室的第5顺位继承人萨尔曼是跟一起去的。你想说什么？那次萨尔曼提出让叶松给他看相。仿佛已是从哈利凯恩这一话中意识到了什么的老凯恩忙声道：你的意思本是第5顺位继承人的萨尔曼将会成为卡尔塔王室的新王储？叶松说萨尔曼命中带有王格，当时萨尔曼有表明过他是第5顺位，而且卡尔塔王室目前是有王储的，绝对不可能会轮到他。但叶松的回答是，若是王室的现任王储被罢黜，若是新王储的选立不再依着顺位次序，而是选取考核方式呢？这种说法别说是萨尔曼，就连我都是不予苟同的，因为这种明显没有先例的可能性，显然是微乎其微的。可现在随着卡尔塔王室做出的对外声明，确实应验了叶松当时说的话。所以叶松从萨尔曼的面相中断言，他将会是卡尔塔王室的新王储，是卡尔塔王室的下一任新王。父亲，咱们的交流你必须向我保证，不能对外进行透露。我发誓。叶松说将有一场杀身之祸在等着萨尔曼，而那场杀身之祸恰是跟萨尔曼命中带着的王格有关，是因萨尔曼的王格而起。若迈不过去，萨尔曼活不过30岁；而若能大步迈过，将能稳住命中王格，加冕卡尔塔王室的新王储。杀身之祸？但问题是，那位叫萨尔曼的第5顺位继承人，他真有那个实力跟野心吗？在我的听说中，那家伙显然是一个只知道享受生活的花花公子。父亲，你错了，甚至是连我都被萨尔曼纳斯的表象给骗了。当时我在追问中他坦诚了，不过哪怕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可我后来还是在私底下尽最大限度地查了他一遍，这不查不知道，一查竟是发现他在那花花公子的背后，从大学时期就可以布局自己的未来了。老凯恩吟声不停地抖着眉，此时他的思绪重心已经不是在萨尔曼身上了，而是在叶松身上。这究竟是什么生物，能判断出对方没表面那么简单不说，还将对方的野心以及宿命，甚至连卡尔塔王室里头那种出现概率微乎其微的突发事件都给判断了出来。父亲，本来就算没有卡尔塔王室重立王储一事，我也都打算跟你说说萨尔曼，好让咱们重新审视卡尔塔王室，并且进行下一步的长远投资了。就现在来看 ，U2 集团是该立即围绕着萨尔曼进行长期的投资了。一旦他日后掌权卡尔塔王室，足以给 U2 集团带来很多密切合作。毕竟卡尔塔的能源资源你比我更清楚。你不是说叶松说他有杀身之祸吗？是。但根据我对叶松的了解，既然他能够跟萨尔曼说那么多，那就肯定是认为萨尔曼能在他的指引下化解祸端，否则他不可能会浪费时间浪费口舌去说那么多。再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相信他肯定也想着萨尔曼能够有惊无险地成为卡尔塔的王储，乃至于日后成为卡尔塔王室的新王的。毕竟如此一来，萨尔曼欠他的更是无以为报，能让中东王室之王欠下无以为报的恩情，这又是什么概念？老凯恩默默地点了点头，但是脸上的凝重之色愈发深厚。他想到了叶松之前跟他说的那些，让他必须要跟未来大概率会成功上位英伦首脑的女党维斯拉特割席，必须要在对方上位之前将屁股通通擦干净，从而保证到自己不会因为对方出事而遭到任何牵连。可是就目前而言，他还没开始进入到真正的运作状态中。看来是需要加急处理了，哪怕为此要付出的代价再大都好。
或许我可能知道他为何敢在勒兹攻占欧美市场的事儿上那么有信心了。他最恐怖、最变态的，不是他能应用华国那些奥秘至极的医学之道，也不是他在商界上那种神一般的嗅觉跟远见以及布局，而是他的分析判断能力。凭借着华国历史上传承数千年的那种违背科学理论的奥秘神通，再加上他那变态到不像是地球生物的分析判断能力，或许他是真有那种能够拿捏欧美官方的条件。华国有句话叫擒贼先擒王，若是他能拿捏住那些欧美官方的首脑人物，他旗下产业在欧美世界中必然能够无受限制的野蛮生长的。还有最重要的是，如果能组建起一张把世界各国的官方首脑或者重要政要给裹进去的网，那他的未来将会站到什么样的一种高度？这一次，饶是连大风大浪一路乘踏过来的老凯恩都不自觉地蠕动起了喉咙来。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这种想法很疯狂，可是更疯狂的是，叶松似乎真的具备那种超出人类范畴的能力了。听着父亲老凯恩那在连连夜声中的失态低语，哈利凯恩一时间也静起了声来，心中因为叶松而产生的狂热在不断的加剧涌动着。那位华国人俨然已经成了他哈利凯恩誓死追随的存在。喂，萨尔曼王子，别来无恙吧？叶先生，你都知道了吧？对于萨尔曼没头没尾的这一句，叶松显然是一头雾水的不明所以的愣声道：“我知道什么？”那头的萨尔曼闻言同样也是一脸懵圈。距离卡尔塔王室做出宣布声明已经过去了足足几个小时，而在这几个小时里，那则崇利王储的消息也已经在世界范围中全面传开了。这种背景下，听叶松这语气口吻，似是并不知道这一事儿。叶先生，你都不上网的？关了几个小时的免打扰，这不刚开机呢吗？出什么事了？这事你直言就行，用不着跟我打什么哑谜。几个小时前，王室宣布了一则重大消息，因特殊原因将重新选立王储，并且不再依着传统的顺位次序去选立，而是破天荒地以考核方式进行裁定。叶先生，全都被你给言中了。这种在卡尔塔王室历史中不曾发生过的事件诞生了。殊不知叶松却似是没有半点意外似的，淡淡开口：“哦。”仅此一句，再无下文。在静音持续了超过5秒后，那头的萨尔曼再也忍不住：“就一句哦。”不然呢？我对自己的能力还是较为自信的。既然当初我能预见到这种可能性的发生，那现在也不至于为这个结果感到意外，不是吗？完事没等萨尔曼应声接茬。不过我想说的是，萨尔曼王子最好不要高兴得太早，除非你选择放弃竞逐王储之位的野心，否则就像我说的，你的野心将会为你带来杀身之祸。在杀身之祸没被化解之前，绝不是萨尔曼王子你该高兴的。怎么才叫杀身之祸被化解？待到萨尔曼王子真的成了王储，命中的这出杀身之祸自然而然也就被化解了。叶先生，依你的意思，是王室成员中有人会把我给解决掉，是吗？或许是吧，不过我的能力有限，从萨尔曼王子的面相中能看到的内容仅限于此。若要问我是何方神圣要出手解决萨尔曼王子你，那我只能说抱歉，这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中。叶先生，听说你旗下有一家安保公司，并且已经跟不少富豪们都签了安保雇佣合同，对吗？对。我能够相信他们吗？我只能说，如果会发生意外的话，一定是他们死在你的前面。你会给我制定一套安保计划的，对吗？这个没问题，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好，多的不说，钱不是问题，你让你的人带着合同过来找我即可。可以，回头我就安排最精锐的人员前往卡尔塔会合萨尔曼王子。有劳了。希望萨尔曼王子下一次打电话给我时，是给我报喜讯，通知我你已经成为卡尔塔王室的新任王储了。但愿如此。萨尔曼不再掩藏自己的野心，一声但愿如此，已是直白地表露出了自己对王储之位的向往寄予。最多半年就会有结果了，王室是不可能会让王储的位置空太久的，毕竟空得越久，就代表着那段时间会越长。叶松对此轻笑着嗯了一声，对于萨尔曼说的他的确是认同的，因为他依稀记得前世卡尔塔王室的这波重立王储事件，持续时间正好是半年。电话那头的萨尔曼显然也没太多闲聊叙旧的心思了，匆匆客套的言说几句后便挂断了通话。